青史浩瀚，留名者寥寥。那些被一笔带过，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，也都曾真真实实地活过一辈子。此刻，放下今日的纷扰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，听一个无名之人的故事。孙彦斋生于一个梅雨时节，那一年是宋真宗天禧4年，四川盆地迎来了漫长的雨季，成都府城的青石板路上长满了青苔，城墙下的护城河长满了浑黄的江水，远处的雪山在雨幕中时隐时现，只剩下一道模糊的白影。天禧之治已近尾声，16年前，宋辽两国在澶渊订立了和平之约，从此边境无战事，岁币换来了100年的安宁。京师东京繁华如梦，西北的丝绸之路络绎不绝，而远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府，因了茶马交易的兴盛，竟也自有一番热闹光景。城中的街巷里，茶肆林立，蜀锦飘香，商旅们赶着马帮，翻山越岭地将川茶运往西北，又从关外换回皮毛与良马，吆喝声与驼铃声在城门口日夜不绝，构成了成都府最鲜活的市井画卷。孙彦斋便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他的家在成都府城西的一条小巷里，巷子两旁种满了蜀竹，雨后的竹叶清脆欲滴，滴落的水珠打在青石板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父亲是替城中茶商抄写契书的文书，识得几千个字，在寻常人家里已算是难得的文化人。母亲纺织持家，日子过得清苦，却尚能供他读书识字。孙彦斋最早的记忆是父亲伏在几案前磨墨的背影。那时家里穷，买不起太多的纸笔，父亲便在木板上刷一层薄灰，用树枝在灰上写字，让他认，认完了便擦去再写。日积月累，孙彦斋竟也认得了上千个字。到了7岁那年，已能磕磕绊绊地背出整篇《论语》了。巷子里的老人见了，都说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。孙彦斋的父亲听了，只是笑笑。他比谁都清楚，读书做官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正道。何况这孩子生在成都，长在蜀地，蜀人自古便有读书的传统。成都府城里到处都是书院与学堂，文风之盛，仅次于东京与江南。别人家的孩子能读出来，自家的孩子为何不能？孙彦斋10岁那年，父亲咬牙送他去了城中一家私塾。私塾的老先生姓张，是个屡试不第的老儒，脾气古怪，对学生严厉得很。孙彦斋每日天不亮便起床，穿过半座城去私塾读书，往往走到学堂门口，天才刚刚发白。他在私塾里读《孝经》，读《论语》，读《诗经》，一本接一本。张先生布置的功课，他从不拖欠。彼时天下承平日久，成都府城内外皆是太平景象，茶商们日进斗金，蜀锦远销海外。城中的酒楼茶肆通宵达旦地营业，丝竹之声不绝于耳。然而对于年幼的孙彦斋而言，这一切都与他无关。他只是埋头读书，一字一句地背，一笔一画地写，仿佛除了书本，世界便不存在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埋头读书的那些岁月里，远在东京的朝廷正在悄悄酝酿着一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风暴。孙彦斋15岁那年补上了州学的生徒，那是成都府最高水准的官学，能够进入其中读书的，不是官宦人家的子弟，便是府试中的佼佼者。孙彦斋能够入学，靠的是张先生的竭力推荐和自己多年苦读的功底。消息传到家中时，父亲破天荒地喝了2杯酒，醉了整整1下午。入学那天，父亲送他到城门口。父亲已年过50旬，两鬓斑白，脸上的皱纹像是刻上去的沟壑。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好好读，别丢了咱们家的脸。孙彦斋点了点头，转身走进了城门。此后数年，他在州学中刻苦攻读，广泛涉猎经史子集。他的文章写得好，尤其是策论，引经据典，论理清晰，很得先生的赏识。然而他也渐渐发现自己的性子太过温吞，不善交游，在那个人情世故及学问的科场上竟是处处吃亏。宝元元年，西夏李元昊称帝叛宋，那是孙彦斋18岁那年。消息传到成都时，正是暮春时节。
城中的街巷里人心惶惶，茶商们聚在酒肆中议论不休。西夏位于川蜀的北边，宋夏一旦交战，朝廷必定在陕西一带大举增兵，军饷的来源少不得要从川蜀百姓身上出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成都府便开始追加赋税，茶饮的价格一夜之间涨了30%，许多小茶商血本无归。孙彦斋在州学中埋头读书，对这些事情知之甚少，他只是埋头读书，准备来年的解释。解释那年，他得解了。消息传到家中的那一天，父亲老泪纵横。孙彦斋取得了赴京应试的资格，这意味着他有了参加礼部试的可能，有了真正走上仕途的希望。整条巷子都沸腾了，邻居们上门道贺，父亲杀了一只鸡，请左邻右舍吃了一顿饭。那一年，孙彦斋23岁。此后10年间，他3度赴东京参加礼部试，3度落地。第一次落地是23岁那年秋天启程，于次年庆历4年的春天参加了礼部试。临行前，他在成都城门外磕了3个头，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便踏上了赴京的漫漫长路。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川蜀，一路翻山越岭，攀过险峻的蜀道，穿过关中，足足走了2-3个月才到达东京。东京城比他想象的还要繁华，街道纵横交错，商稠林立，酒楼茶肆彻夜不眠。他在城南的一家底店住了下来，每日温习功课，等待春闱的到来。考试那一日，天还没亮，他便随着成千上万的考生涌入了贡院的大门。贡院内部幽深宽广，一道道长廊将考场分隔成无数个狭小的号舍，每个号舍仅容1人容身。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坐进那方寸之地，摊开试卷，提起笔来。那是漫长的3天3夜。号舍逼仄阴暗，吃喝拉撒皆在其中，夜里冷得发抖，白天又闷热难当。他强撑着精神，一道一道地答题，一笔一画的书写。他先做了诗赋，又写了策论，整整考了3场，直到最后一个字落下，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他自认为答得尚可，诗赋对仗工整，策论引经据典，论理清晰，应当不会太差。然而揭晓之日，他的名字却不在榜上。孙彦斋从东京返回成都的路上，在驿站中借宿了一晚。半夜里，他听见驿站的墙壁后面有人低声说话，那是2个同样落地的书生，在唉声叹气地抱怨主考官不公。其中一人说，如今的科场哪里是考学问，分明是考钱财，考门路。孙彦斋听了没有说话，只是翻了一个身，继续睡觉。第2次落地是28岁那年。那一年回成都的路上，他遇见了一个老同乡，2人结伴而行，一路聊了许多。同乡比他早5年考中进士，如今在州学中做教授，算是半只脚踏入了官场。同乡告诉他，如今的科场水深得很，你若没有靠山，没有钱财打点，纵然才高8斗，也休想迈过那道门槛。孙彦斋听了，依然没有说话。第3次落地是30岁那年。那一年回成都的路上，他看见了黄河南岸的荒凉，看见了关中平原的萧索，也看见了蜀道难行的艰辛。他回想起几年前，仁宗重用范仲淹，推行新政，裁撤冗官，澄清吏治。那时消息传遍天下，士林中欢欣鼓舞，许多年轻人都以为大宋要迎来太平盛世了。然而新政仅仅实行了1年多，便在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下土崩瓦解。如今范仲淹被贬出京，推行新政的大臣们相继被罢免，一切又恢复了旧日的模样。孙彦斋回到成都的那一天，天正下诸雨，妻子在城门口等他。2人一路走回家，谁也没有说话。晚饭的时候，妻子小心翼翼地问他，明年还去吗？孙彦斋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放下筷子说，不去，这条路我怕是走不通了。妻子的眼眶红了，却什么也没有说。布考之后的日子反倒清静了。孙彦斋在成都城郊租了一处小院，正式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。小院不大，坐落在城墙根下的一片竹林旁边，推开窗子便能看见摇曳的竹影。
他每日教授10余名学童读书识字，收的束修不多，刚好够维持一家人的温饱。他的日子便这样渐渐安定了下来。教书之余，他开始练习书法。孙燕斋的字本来就写得好，如今有了闲暇，更是日日临池不辍。他学的是颜真卿的楷书，一笔一画端正沉稳，像极了他的为人。城中有人婚丧嫁娶，需要书写匾额与祭文，也常上门来请他帮忙。他从不推辞，却也不收分文，只是默默地磨墨，默默地书写，写完了便将笔墨收拾干净，送客人出门。49岁那年，王安石参知政事，推行新法。消息传到成都时，正是暮春时节，城中的读书人像炸开了锅似的，议论纷纷。有人说王安石是个大奸臣，有人说他是个大贤才，有人说新法利国利民，有人说新法祸国殃民。总之，人人都有一套说法，人人都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。孙燕斋两派都不参与，他只是默默教书，默默看着时代的潮汐一涨一落。新法推行之初，川蜀茶政首当其冲，官府扩大了茶叶的官营范围，茶商的利益受到冲击，茶农的生活也随之动荡。孙燕斋的学生中，有好几个是茶商之子，那些孩子放学回家，便要帮着家里算账、搬货，应付官府的盘查。他看在眼里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一个小小的教书先生能做什么呢？那些年，东京的政局翻覆不定，新法推行了，又罢了，罢了，又恢复了。王安石2度罢相，新法的命运也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。而远在成都的孙燕斋，只是日复一日地教书、写字、喝茶、发呆。他的头发渐渐白了，视力也渐渐差了。55岁那年，他的妻子病倒了。那是一场来势凶猛的风寒，一夜之间便把妻子的高烧烧得人事不省。孙燕斋守在床边，整整3天3夜不曾合眼。妻子最终挺了过来，身子却大不如前，此后多年便一直病病歪歪地躺在床上，靠着汤药度日。孙燕斋将他安置在屋里最好的那间房中，每日亲手煎药，亲手为他服下。2个女儿早已出嫁，儿子在外地谋生，身边只剩他一人忙里忙外。那些日子，他常常坐在妻子的床边，一坐便是一整个下午。妻子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昏迷。清醒的时候，他便和他说话，说的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情。说成婚那天，成都市街上挤满了人，他穿着红嫁衣坐在轿子里，心里又紧张又欢喜。说他第一次上门提亲的时候，穿了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，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利索。孙燕斋听了，偶尔也笑一笑。更多的时候，他只是沉默地坐在床边，握着妻子的手，听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那是他人生中难得的安静时光，不需要想着明天的课该怎么上，不需要理会东京的政局又有了什么新的变化，只需要坐在这里握着他的手，听他把那些琐碎的往事一件一件地说出来。妻子的病拖了4年，终于走了。下葬那天，成都下了很大的雨。孙燕斋站在墓前，看着棺椁被缓缓放入土坑，一铲一铲地被黄土掩埋。他的身上全被雨水打湿了，却一动也不动，只是怔怔地望着那座新砌的坟丘。此后多年，他便一个人住在城郊的小院里。东京的政局越来越混乱了，王安石的新法被司马光几乎尽数废除，随后哲宗亲政，新党又起，新法又开始恢复。一时间，新人出局，旧人执政，旧人出局，新人执政，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，折腾了整整一个世代。孙燕斋不再理会这些了，他只是日日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晒太阳、发呆，偶尔翻一翻手边的书，书翻来翻去，总是那几本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陶渊明集》。他特别喜欢陶渊明，喜欢他那种种豆南山下，草生豆苗稀的淡然劲儿。孙燕斋想，自己这一生不也就是种豆南山下吗？种是种了，收成好不好，那便是老天爷的事情了。59岁那年，他又听说了一件事，苏轼被贬了，
苏轼是蜀人，眉山人，文章诗词冠绝天下，是蜀地士人心目中最大的骄傲。他因为乌台诗案被人罗织罪名，说他的诗文讥讽朝政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满城风雨。最终苏轼被贬到了黄州，那是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城，荒凉闭塞，远离东京的繁华。消息传到成都时，孙燕斋正在院子里浇花，他手中的水瓢停在半空，怔怔地望着滴落下来的水珠，许久没有动弹。他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那些天，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为什么那些有本事的人、有才华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？范仲淹是这样，王安石是这样，苏轼也是这样。他不懂政治，不知道新政好不好，旧法对不对，只知道一件事：每逢正朝翻覆，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。他想着想着便不想了，想了也没用。他只是一个老头子，一个连科举都考不上的失败者，一个偏居川蜀一隅的布衣百姓。苏轼的贬谪，东京的政局，成都的查证，这些都与他无关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情。他只是偶尔抬头望一望西方的天际，那里是青藏高原的边缘，是雪山与冰川的国度，是茶马古道的另一端。他这一生不曾离开过川蜀，连成都府城都很少出，却莫名地对那片雪山怀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。他常想，有机会的话，真想去那雪山脚下走一走，看一看。然而他终究没有去过。孙燕斋最后的几年是在成都城郊的那座小院里度过的。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双腿已经不允许他走太远的路，他便每日只在院子里转一转，坐在竹椅上晒一晒太阳，看着天上的云慢慢地从东边移到西边。几年前，他又听说苏轼被贬到了更远的惠州，那是岭南的蛮荒之地，瘴气四溢，杳无人影。他听了，望着院子里的水珠发了好半天的呆，却也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。他的儿子曾想接他去同住，他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里挺好，我老了，折腾不起了。”儿子拗不过他，便每隔几日上门探望一次，带些米面蔬果，陪他说说话。父子两人坐在院子里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聊的都是些寻常琐事，地里的收成，城中的物价，孙子学堂里的功课。聊完了，便沉默，各自发呆。那些沉默的时光，是孙燕斋晚年最习惯的相处方式。他不觉得孤独，他只是常常想起妻子，想起他年轻时候的模样，想起他穿着嫁衣坐在轿子里的样子，想起他在病床上和他絮絮叨叨地说的那些往事。那些画面在记忆中越来越模糊了，却又越来越清晰，清晰得像是发生在昨天。西元1095年，宋哲宗绍圣2年，孙燕斋走了。那是一个深秋的清晨，成都城下了一场霜，院子里的竹叶被霜打得低下了头，一片一片地落在青石板上，像是为谁送行的纸钱。他走的时候很安详，儿子赶到的时候，发现他坐在院子里的那张竹椅上，面朝西方，双眼微闭，像是睡住了一样。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陶渊明集，正好翻到那首《归去来兮》词：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湖不归。”那一年他75岁。儿子跪在地上磕了3个头。孙燕斋的葬礼办得很简单，依照他的遗嘱，儿子将他葬在了妻子墓旁的那片山坡上，那里能够望见成都府城的城墙，也能望见远处的雪山。他在那里坐了一辈子，却终究没有去成的地方。墓前没有立碑，只有一抔新土，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微微的金色。他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，但他活过。他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，但他活过。晚安，好梦。